这是我见过最诡异的案子。100岁老人无故失踪，警方发现时，整个人被砌进墙里。房间中落满了密密麻麻的彩色蝴蝶，将现场大部分痕迹掩盖。看似唯一的线索，却将案情指向自杀。直到多年后，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我终于窥见事件全貌。可恐怖的真相远比想象中更加令人绝望。2023年10月21日凌晨2点，白驹镇派出所接到报案，在辖区北边的苏家村，有村民目击一起灵异事件，声称看到了鬼。当晚，该村民和同村哥们喝酒后，回家途中在小树林方便，迷迷糊糊中听到了砰砰的撞击声。大半夜传来这声，酒后胆壮，他循声找了过去，声音是从村建小广场传来的。紧接着，他就看见了毕生难忘的一幕。广场中央有个名为忏悔的人形跪像，不断发出沉闷的声响，急促而富有节奏，如同雕像在不断磕头。空气中传来腐烂的气味，雕像颜色渐渐变成浓稠的黑，仿佛什么要钻出来。见状，村民9瞬间醒了大半，拔腿就跑。回到家，思来想去，最终报了警。派出所第一时间出警，赶往现场。经过查证，该村民看到的灵异现象，实际上人被困在雕像里，发出挣扎的声音。至于雕像颜色变化，是雕像内的人死亡后，尸体腐化渗出的尸油，因为光线原因，导致看起来是变黑了。可虽说解释了部分灵异原因，但更多的疑点出现了。死者是如何被困在严丝合缝的雕像里的？人哪怕死亡，又怎么可能在几分钟内腐烂？很快，我所在的刑侦支队对此案进行接管。我跟支队长吴巡前往现场勘验。广场周围拉了警戒线，雕像临时被帐篷罩住了，看守的民警表情都很怪，时不时往里瞟，似乎带着忌惮与恐惧。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吴队亮证后，值班的民警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提醒道：“两位小心一点，那雕像很邪性。”吴队颔首，迈入其中，我紧随其后。踏进帐篷的瞬间，密密麻麻的诡异色彩映入眼帘，整个雕像如同长满了病变的癣，数不清的蝴蝶将整个雕像包住了。不知是不是错觉，刹那间，仿佛所有蝴蝶都扭过眼睛，齐刷刷地望了过来。我如遭雷击，一股难以言说的熟悉感将我淹没。为什么又出现了？20年来，日日夜夜折磨我的梦魇，在这一刻无限放大，几乎将我拉回那个悚人的夜晚。巧合一定是巧合，蝴蝶受到惊扰，卷起五彩斑斓的风，消失在远处的密林。我双腿一软，险些瘫倒在地。不会的，不可能！小苏，你怎么了？吴队连忙将我扶住。我擦掉额头冷汗，尽量让自己平复，摇头道：“没事。”吴队，有发现吗？吴队神情一怔，旋即说：“这个案子让我想起了20年前我刚出警校参与的第一起死亡案件。”我心骤然一沉，但还是顺着问道：“什么案件？”那是一起很怪的自杀案。吴队情不自禁点了根烟，地点也是苏家村。100岁老人无故失踪，搜寻数天后，我们在当地村民家中找到了老人的尸体。尸体被砌在杂物间的墙里，渗出的人形尸油上爬满了五彩斑斓的蝴蝶。杂物间长期锁着，落满灰尘，现场只发现了死者的脚印以及指纹。说到这，吴队神色复杂，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短期内屋内只有死者一个人。我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独自一人，真能做到将自己砌进墙里？确实很难想象，但证据就是这样。吴队叹了口气，我们也考虑过，是不是有人伪造了指纹脚印？可墙壁内部有死者挣扎时留下的指纹，跟现场指纹一致，而且通过脚印深浅预估的体重也和老人相差无几。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是自杀。说到这，吴队随口提到，说起来，当年的死者也叫苏明，和你名字一样。我挠头苦笑，打了个哈哈。这时，吴队有电话打了进来，短暂聊了几句后，准备赶回局里。死者的身份已经查到了。我下意识问：“是苏家村本地人吗？”“不是。”吴队表情古怪，经过初步检查，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名男性，年龄在40到50之间。而且，法医在腐肉包裹的衣物中找到了可确认身份的半截名片。他望着我，一字一顿：“他的名字叫苏明。”“什么？”我惊呼出声，忍不住又确认了一遍：“苏州的苏，明白的明。”吴队不知想着什么，默然点头，随后一脚油门下去，加快了开车的速度。坐在吴队旁边，我心跳如擂鼓，手脚不断沁出黏腻的冷汗。2起案件的死者都叫苏明，虽然我不愿承认，但也不得不面对，2个死者跟我同名同姓。这真的是巧合吗？回到局里，我假装去卫生间，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妈，这几天你们在海南玩的还好吧？”“挺好的，这里比家那边暖和多了。”我妈问：“你突然打电话过来，是有事儿吗？”我左右张望片刻后，低声道：“我爸这几天都和你在一起，没回来过，对吧？”“没，这几天我们都在一块。”“那他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我又问。“你这是什么话？”我妈不由诧异：“你找他有事？”我把他叫过来。“没事。”我心绪稍定，
我的意思是家里反正没事，你们可以多玩几天。挂断电话，我来到会议室，吴队正在安排工作，其他同事都安排的差不多了，陆续离开，最后只剩下我和吴队2人。我问道：吴队，需要我做什么？吴队没有回话，而是问我：小苏，你觉得20年前那个案子，死者真的是自杀吗？我沉默片刻，斟酌了一下，道：不太像。这2起案件的死者不仅名字相同，还死在相同的地点，你有什么看法？吴队扭头望向我，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硬着头皮道：假设死者不是自杀，而是他杀，那凶手或许和一个叫苏明的人有仇，从而导致他心理扭曲，迁怒于其他叫苏明的人。吴队微微点头，继续开口：那关于地点呢？地点都在苏家村的话，我沉吟片刻，道：除了苏这个姓氏，我想不到其他原因。是想不到，还是故意隐瞒？吴队站起身，将一个档案袋扔在我面前，地点还可以更精确，2个死者的死亡地点完全一模一样。我想也不想，当即反驳：不可能一模一样。吴队猛地一拍桌子：第1起命案，案发地点在苏家村一户村民家。第2年，这家人搬走了，后来村里建便民广场，他家主动低价拆迁。如今广场上放雕像的位置，就是第1起命案发生的地方。听到这话，我脑子如一团浆糊，我怎么不知道？不知道。吴队眼里有失望，我刚才说的拆迁家庭，就是你家，你会不知道？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什么？说，这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忙不迭解释，20年前发生那件事后，我爸妈觉得不吉利，就带我搬走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没回过苏家村，除了这次查案外，一次都没有。吴队步步紧逼，为什么不回去？是啊，苏家村是我老家，祖祖辈辈待过的地方，哪怕出了晦气事，也不应该一次都不回去。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秘密，我注定不能和任何人说。我知道拆迁，但不知道雕像所在位置是在老宅杂物间原址。20年足以改变太多东西，再次回到苏家村，我一时间也没认出来。我吐出一口浊气，不想回去。那你为什么要隐瞒第1起命案发生在你家的事实？吴队死揪着不放。我缄默不言，避开与他对视。吴队死死盯着我半晌，最终冷哼一声：苏明，我觉得你目前并不适合继续参与这起案件的调查，我给你放假休息一段时间。我不置可否，表示接受。下班后，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我鬼使神差来到车站，坐上了前往苏家村的车，来到村里的便民广场。我站在那座名为忏悔的雕像前，眼下雕像已经被拆开，只剩半边残躯，摇摇欲坠，如同即将淹没在历史大潮下的尘埃。20年前的那个夜晚，我还只是个8岁的孩子。如果有的选，我肯定不会起夜。如果我不起夜，我就不会看见那些画面。如果我没看见那些画面，我便不会在这20年里画地为牢。只可惜没有如果。心念至此，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再也无法遏制地涌了出来。20年前，也就是2003年，100岁老人自杀案案发前1周左右。那天我水喝多了，半夜起来上厕所，听到杂物间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我心想，莫不是进了小偷？于是我拿起镰刀，悄摸靠近杂物间，打算开点门缝，一旦看见陌生人，就立即叫醒爸妈。可轻扭了2下门锁，扭不动，应该是被锁上了。我从小就胆子大，便绕到屋外，从窗户窥视杂物间内的景象。借着微弱月光，我能看到爸爸半边身子，听到爸爸似乎在和人交谈，但因为关着窗户，听不真切。从模糊的语气中，能隐约感觉到爸爸心情并不太好，而爸爸交谈的对象完全隐没在黑暗中，声音也很小，属于看不见也听不清。2人争执了片刻，爸爸离开了杂物间。我站在窗外，摸不着头脑。接下来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我记不太清了，只大致记得似乎和爸爸交谈的那个人发现我了。他和我说了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令我无比恐惧，甚至变成了融入骨血无法磨灭的感觉。可我偏偏记不得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极为不可名状。之后没几天，就传村里有个外来的老爷爷不见了。一辆辆警车开进村里，在全村各处搜查，最后在我家杂物间的墙壁里找到了老爷爷的尸体。案件以自杀收尾，至于过程不得而知。我敢断定这件事一定和爸爸有关系，但我害怕，如果老爷爷真是爸爸害死的，他是要被枪毙的。这样不仅我会没了爸爸，而且家里也会失去顶梁柱。所以我选择了隐瞒。我年纪虽小，可也知事理，明白这件事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产生的羞愧不断发酵。这时我高考那年，毅然报了公安大学，努力成为一名刑警。我主动做最危险的外勤工作，打击罪犯，行正义之事，希望能减轻我可能包庇了一名杀人犯而产生的罪恶感。久而久之，那起案件成了我不可触碰的阴暗面。甚至离开苏家村后，我排斥回到那个地方。当然，我总会难以自抑地去探究那起案件，心里还带着侥幸，案件是有很多疑点的。比如，我明明看见爸爸在杂物间，为什么房间里没有他留下的痕迹等等。呼，我吐出一口浊气，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雕像内部的角落处竟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误查此案。难道是死者在生命最后留下的？有声音从身后传来：“小伙子，你是老苏的儿子苏明。”来者是个50-60岁的老人，面貌虽然衰老，但我还是认出了他，是村支书。以前我爸当支书的时候，他是村会计，比较脸熟。见我点头，村支书笑道：“看背影，觉得像老苏，果然是他的种。叔，好久不见。”我打了招呼。村支书微微点头，感叹道：“这雕像可惜了，当初还是你爸找人建的。”我爸找人建的？我心咯噔一下。村支书面露不解，疑惑道：“对呀，你不知道吗？他没说过。”我摇头。村支书见我有意探寻，便开口解释：“当时你爸带你们一家搬离这之前，村里就准备建便民广场了。虽然后面这些工作是我带头完成的，但你爸还出了不少力。其中这座雕像是他自己贴钱让一个艺术家做的。”我开始仔细打量雕像，是一个男性呈跪地状，以头叩地，底座上写着忏悔2字。不由问道：“叔，我爸为什么要弄这么个雕像？”哦，这个呀。村支书笑道：“出了那档子事，他当时说带着你们娘俩离开，估计以后不会怎么回来。你爸又是个乡土情节很重的人，这毕竟是祖辈生活过的地方，觉得对不起列祖列宗，所以搞个忏悔的雕像，希望祖辈能原谅他。”离开苏家村后，我回到家，因为被休假的缘故，空闲时间很多。我花时间查到了当初做雕像的艺术家关于我爸做雕像的解释，和村支书的说法无二。虽说解释得通，但我总感觉怪怪的，说不上来什么感觉。第一起案件，死者在我家老宅；第二起案件，死者在雕像里，死的地点一模一样。许多具有指向性的线索，似乎都和我爸有关。我内心不安，陷入了失眠与焦虑。直到1周后，爸妈从海南旅游回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爸爸摊牌，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爸，我最近在查一个案子，苏家村广场的雕像。小明，来喝茶。爸爸将我打断，不答反问：“你和爸爸说说，你做过后悔的事吗？”听到这个问题，我脑子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20年前的那件事，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没有。爸爸认真看了我片刻，连说几声好，将茶一饮而尽。爸爸希望你一直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说完，留下一脸懵的我离开了。这一去，再也没回来。我爸自杀了。爸爸的尸体是在河边发现的，在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成巨人棺，异常可怖。与此同时，相关部门收到了一封举报信，被举报人是我爸苏涛，说他任村支书期间勾结工程商贪污村建设用款。我看过那份举报信，笔记我再熟悉不过了，正是我爸的笔记。也就是说，他是畏罪自杀。难道说那天谈话我说到雕像，爸爸以为是查到了他贪污的事，他不想我难做，所以他……想到这，我不忍再推理下去。这件事发生以后，原本我爸在村里还不错的口碑烂得彻底。苏家村便民广场上那座残破的忏悔雕像，一夜之间成了笑话。村民都说他贪了大伙的钱，亏心。苏家村多数人姓苏，乡里乡亲的，不少人还是亲戚，这事办了是要遭老祖宗唾骂的。这么一搞，我和我妈就算想回苏家村，也觉得没脸面。可我妈还是背着我回到村里，给乡亲们下跪，祈求原谅。我知道她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儿子是警察，老子是贪污犯，背后不知有多少人戳脊梁骨。往后余生，每想起爸爸，脑子都不由会浮现雕像里那扭曲的字迹“误查此案”这句话是给我的警示。如果我不查雕像死尸案，爸爸就不会误会，这样他就不会自杀，是我逼死了爸爸。可笑的是，关于雕像里的死尸案，由于没有充足证据，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在无尽的悔恨中，我用高强度工作将自己麻痹。数年时间，我破获了一起又一起大案重案。对应的，我职级不断升高，在成为支队长后，我有多次转文职的机会，但都被我拒绝了。做刑警，我就要做最危险的一线外勤工作，哪怕有一天死了，对我也是解脱。直到20年过去，在我48岁那年，死寂的人生出现了2次转折，那梦魇般的案子再次出现了。多年过去，苏家村变化很大，地处靠近中心城区的市郊，地理条件优越，被地产商看上，开发成了旅游度假村。原本立忏悔雕像的位置，刚好在一栋别墅内。看着厨房墙壁上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人形游记，我全身战栗，心脏都在发抖。五彩斑斓的蝴蝶凌乱纷飞。正在处理尸体的法医道：“苏队，这味比较大，要不您先出去，我们弄好了叫你。”我深呼一口气，问：“死者身上有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法医摇头，目前没发现。我若有所思，俯身凑了过去，仔细打量墙壁内部。果不其然，在某个糊满烂肉的角落，有2个歪斜字迹：“辞职。”这也是警示吗？我立马吩咐其他警员立马去查一查，周围有没有一个叫苏明的人失踪了。啊！有警员满脸诧异：“你们没听错，苏明。”我顿了顿，继续开口：“跟我名字一样。”
警员陆续离开，我趁所有人不注意，保留了死者的一点组织。当天下班后，我去了趟医院，我心中隐隐有个匪夷所思的猜测，需要验证。这几天法医是连轴转，通过死者遗留的骨骼、血肉组织，得出了不少有用信息。死者是一名男性，年龄在60到70岁之间。至于他叫不叫苏明，这点没有得到查证，我们并没有发现最近有叫苏明的人失踪。20年前那起案件中，死者年龄大致在40到50岁，20年后，也就是现在这起案件，死者年龄是60到70左右，二者年龄差大致是20岁。20似乎是个很特殊的数字，但倒退回去40年前，也就是我8岁那年发生的案件中，死者是一名100岁老人。这种规律貌似脱节了。趁着外出的功夫，我去医院拿份检测报告，看到报告的内容后，我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烧毁报告后，我回到局里，在领导不解的目光中递上了辞职申请。我去医院拿的是一份 DNA 对比报告，对比双方分别是我和死者。检测证明两人的 DNA 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死的人不是和我同名同姓，而是一个60、70岁的我。20年后的我，未来的我，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但我不想再重蹈覆辙。28岁没听警示，导致爸爸自杀。现在我听劝了，哪怕辞职申请被驳回，我也不打算干了。接下来在最快的时间里，我带着我妈离开了这座城市。我在一座沿海城市落脚，找了份安保顾问的工作。就这样过了2年，没有任何坏事发生，而且还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已经50岁了，在警队奉献了大把光阴，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一直没找伴侣。本已不抱希望，没想到遇到了对的人。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我们结婚了，共同还收养了一个女儿，取名苏淼，是个很听话的孩子。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要是就这样死去，我也心甘情愿了。只可惜老天不会让我安详告别，他还要玩弄我。苏淼上大学那年，我妈寿终正寝，这个家只剩我和妻子2人。妻子提出想去我老家看看，我同意了。当然，这存有私心，再过几个月我就68岁了，第3个20年即将到来。如果按照规律，会不会有个80、90岁的我带着警示而来？离开老家后，许多关系都断了。我带着妻子回来，陆续拜访了许多友人，不少已经入土，颇有物是人非之感。当我向警队打听老队长吴巡时，却接到噩耗，吴主任10几年前遭到犯罪组织报复，壮烈牺牲了，葬在五谷山陵园。那是我辞职的第2年，他因我而牺牲。在我辞职前，曾打击过一个中小型犯罪组织，该组织的老大是我亲手送进去枪毙的。因为我当时已经离开，不知所踪，犯罪组织就将报复对象转移到了我的老上司吴巡身上。事发是周末，吴巡带着家人逛街，这群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当街捅死了吴巡以及家人，只有6岁的孙子在厕所躲过一劫。案件十分轰动，上级震怒，在短短3天不到就彻底扫除全部涉案人员。那会儿再过半年，吴巡就可以退休，过上清闲的养老生活了。本该死的人是我。我想找吴巡的孙子，希望尽最大能力弥补，但没找到人，据说是当初被亲戚收养后离开了这座城市。这一刻，我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我是个罪人，害死吴巡的罪人。原本撑住我的精气神，一夜之间崩断了，如同行尸走肉。最后还是在妻子的鼓励下，我返聘成为警队顾问，我找点事做，就不会沉沦下去。事实确实如此，没过多久，市区出现连环杀人案，凶手常在雨夜作案，专对年轻女性下手，被称为雨夜屠夫。上级要求以最快的时间破案，我全身心投入，没时间自怨自艾。常常回到家就已经接近凌晨，屋里灯还亮着，妻子在沙发上等我，我不忍道：“不用等我的，你早点休息。我一个在家睡不着。”妻子摇头。我看了看日期，这都快1个月了，苏淼这周也不回来吗？这丫头也忙，在和同学准备辩论赛。妻子解释道：“大学嘛，活动多。”我有些心神不宁，提醒道：“白天和这丫头说一下，最近晚上别出门，有连环杀人犯专挑年轻女性下手，不安全。”妻子点头，表示明白。随着案情不断推进，我们可以确定雨夜屠夫作案范围就在大学城周边。按照这个进度，凶手很快就会被捉拿归案。我趁着少有的空闲，来到苏家村，在一片废墟中找到了熟悉的位置。又一个20年到了，我在废墟下果真发现了一具腐尸，可这次的警示比前2次都要少。明明只有1个字，却让我极度不安与恐惧。淼淼，苏淼。联想起最近发生的事，连环杀人魔大学城。苏淼上的财经大学就是大学城的几所大学之一，难道与这有关？我心咯噔一下，连忙给苏淼打视频。他挂断视频，打个电话过来，语气不耐：“爸，什么事？”电话中的背景音十分嘈杂，起伏着动感的音乐。我问道：“你在哪儿？”“在和朋友一起。”我眉头微皱：“你在酒吧？朋友生日，一起到酒吧庆祝。”苏淼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早点回去的，也会注意安全。”“行了，你和妈管好自己就行，没什么事就挂了。”
还没等我回话，电话中就传来忙音，我无奈摇头。这丫头上大学倒是叛逆不少。第二天，我思来想去，还是不放心苏淼，决定去她学校看看。至于苏家村的尸体，不出意外，这起案件也会和之前一样，没有结果。在宿舍楼下，几个女生和我打招呼。开学时我见过，是苏淼的室友，便问道：“同学，你们看到我家淼淼了吗？叔叔，她没回家吗？”有女生疑问。苏淼请假，好几天没来上课了。这几天你们都没看到她吗？我神情严肃起来。几位女生齐齐摇头。我赶紧给苏淼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好在向她室友打听到了她可能去的酒吧。临近傍晚，我终于发现了苏淼的身影。天空下着小雨，她和一个年轻女孩相互搀扶着走在小巷里。我刚打算打招呼，突然脚步一顿，在两人身后10米左右的位置，有个穿着玳瑁卫衣的男人正鬼祟尾随。那背影跟监控中拍摄的连环杀人犯一模一样。我联系警队后，忙不迭跟了上去。别动！警察眼看男人不断靠近苏淼两人，我不得已冲了出去，一边道：“淼淼，你们快走！”男人缓缓转身，露出意味深长的笑：“苏明，你来了，你认识我？”我不动声色，眼神示意苏淼两人快走。可苏淼不为所动，在我难以置信的目光中，割破了他旁边女生的喉咙，一道猩红溅射而出。你如果食言，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苏淼对着男人说了这么一句后，甚至来不及我反应，便抹了自己的脖子。我如坠冰窟，脑子嗡嗡作响。为什么会这样？男人捧腹大笑，状若癫狂。我疯了般冲上去，将他扑倒在地，死死掐着他的脖子。我杀了你！哈哈，嗨嗨！男人没有挣扎，满脸讥讽。来呀，苏明，你害死了我全家，再杀死我，我吴家就绝种了。来，你是吴洵的，我声音都在发抖。我是他孙子吴林。男人毫不掩饰脸上的恨意。你当年是不是收到消息了，跑得比谁都快？自己当缩头乌龟，让我爷爷他们替你挡了灾，你背着4条人命。我触电般收回手，踉跄跌倒在地。不是的，不是这样，不是。警笛声由远及近，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警察住手！吴林捡起苏淼的刀子，猛地朝我刺出，就在即将插向心脏时，骤然变向，落到腹部。我大叫：“别开枪！”砰！枪声响起，耳边轰鸣，吴林直直倒下。我答应苏淼不杀你。他口中喷着血沫，声若蚊蝇：“死太便宜你了，我要让你生不如死。”我坐在原地，仿佛与两人一同死去。事后，警方找到了苏淼的遗书，结合收集到的其他证据，案件全貌被推导出来。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是吴林和苏淼两人。吴林因家人惨死，成长中的不幸滋生了反社会人格，认为是我害死了他全家，要对我进行报复。于是，在苏淼上大学后，他开始接近苏淼。到了时机成熟时，吴林利用药物设计苏淼，致使对方无意中杀了人。苏淼害怕极了，不敢将这件事告诉我和他妈。吴林趁机将他拉上贼船，在前者怂恿下，两人陆陆续续杀了不少人。一步错，步步错。我以前是警察，现在是警队顾问，几十年都在与犯罪分子斗争，现在女儿成了连环杀人犯，会怎么做？这就是吴林对我的报复。苏淼知道吴林算计，但为时已晚，他恳求吴林放过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吴林答应他，再杀一个人就不杀我。杀完最后一人后，苏淼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他的遗书最后写下了这么2句话：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们不要难过，要好好生活。从这以后，这个家碎了。第2个月，我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他的消息。当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是他妹妹告知我他已经离世了，割腕结束了生命。在这世界上，我彻底成了孤家寡人。我也曾想过自杀，但当刀放到脖颈上的那一刻，我始终下不去手，因为恐惧，并不是恐惧死亡，而是恐惧见到故人。父亲母亲吴洵一家以及妻女，我这样死去，有什么颜面见他们？就这样，我苟活着，在空荡荡的人间，我是无地收容的游魂，我是个罪人，我需要接受孤独的惩罚。浑浑噩噩中，我活到了88岁，也就是第4个20年。可这一年，苏家村并没有我出现。按照20年的规律，我想，或许我活不到100多岁，所以就没有穿越来的警示。我也想明白了，就算有警示，我也不会逃避。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躲过一劫，还会有一劫等着你。冥冥之中，一切都是注定的。后来的每一天，我都当成最后一天，随时等待着死亡的降临。但一天挨一天，竟然挨到了我108岁。是的，我活到了第5个20年。在这一年的某天傍晚，数不清的彩色蝴蝶将我包裹，划过斑斓洪流，它们齐齐发声。你有一次穿越回20年前的机会，是否选择穿越？我笑着摇头，回到20年前又能改变什么呢？蝴蝶们再次说，你有一次穿越回20年前的机会，是否选择穿越？我依旧摇头。直到他们第3次确认时，我怀着最后的念想，问了句：能选择更早的时间吗？蝴蝶们迟疑片刻，随后异口同声：可以。
但一旦选择，你的寿命将会终止在108岁。没问题。数不清的蝴蝶扇动翅膀，化作一条时空隧道。往日的经历在我眼前不断倒退，如同电影般回闪，最终停留在了颇具欢快气息的乡村。2003年，这一年我刚满8岁，眼前强光闪过，我再次睁眼，熟悉的黄泥味钻入鼻腔，那是土砖房的味道。窗外月光清冷，泻了一地。传送门内时间流速混乱，请立即离开。耳边声音响起，我连忙向前迈了一步，原来时空传送门的位置竟在老宅杂物间。我一个恍惚，手碰到了旁边的柜子。不多时，杂物间门被打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语气不善：“这么大岁数了，还偷东西？”见到对方的一瞬间，我热泪盈眶。爸，我爸被我吓到了，警惕地望着我：“你有病吧？我是你儿子苏明，从未来穿越来的。”我连忙说道：“上周我和你去小溪捉螃蟹，就抓了2条小鱼，螃蟹一只没抓到，唯一看到的一只还是个软壳的。你私房钱藏在衣柜顶上，应该掉到衣柜底下了，最好现在拿走，不然明天我妈扫地就会看到那200块。”听到这些，我爸露出狐疑之色，接着问：“未来，你过得好吗？”我没回话，只是道：“未来的事不能透露给你，不然可能改变历史。”闻言，我爸也不再多问，只是道：“你回来有事儿？我曾经做了错误的选择，现在想要弥补。”我下意识望了眼传送门，笑着催道：“你就当没见过我，赶紧去睡吧。”我爸眉头微皱，刚转身又回过头：“那你未来过得好吗？”“挺好的。”我说。“从小你说谎就喜欢皱鼻子。”我爸深深望了我一眼，我也不多问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说一声。爸爸相信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说完，他转身离开。我叹了口气，朝窗外望去。8岁的我正趴在窗口，瞪大眼睛张望。我走过去，对他说道：“苏明，永远不要回到过去。”话刚说完，我又觉得不妥，便拿出催眠仪器，让他忘却了这段记忆。对于来自2103年的我来说，科技日新月异，这点手段还是有的。之后的3天，我在村里闲逛，走访了许多故人。时隔多年，算是进行最后的告别。做好这一切后，我回到杂物间，抹去了现场我和爸爸的痕迹，随后站进传送门，利用技术手段，毫无破绽的给杂物间多砌了一面墙，相当于传送门被砌进了墙体内部。再有人穿越而来，就会被困在门内，迅速被门中的时间乱流侵蚀死去。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如果没有未来的我干扰，就不会有后面的连锁反应，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感受着时间力量的冲刷，我身体快速衰老腐败，就这样死去也挺好。蓦地，脑中一道闪电划过，绝望瞬间爬满我全身。不对，错了，都错了！莫大的恐惧将我吞噬。我穿越来的那一夜，经历不正是我8岁经历的吗？如此推导下去，这个时间线的我，在28岁就会遇到那个48岁穿越来的我。传送门被我封上了，所以48岁的我在死前留下一行字：此案误查，我没听警示，导致爸爸自杀。往前推，爸爸贪污并在杂物间原址立了那个雕像，或许不是理亏忏悔，而是要帮我封上传送门。他肯定发现了墙以及传送门的问题，他想替我掩盖真相。当时拆迁是大势所趋，房子拆了传送门就会出现，而村广场建设讲实用，会设立老人锻炼设施，但这些设施掩盖不了传送门。不得已，他挪用建设款找名头立了雕像。我爸自杀是为了隐瞒这件事，因为他知道当时时间线的我知道这事的话，未来又会被改变。他相信我做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瞒天过海。在之后经历爸爸自杀，在48岁我遇到来自68岁的我警示，选择相信。我毅然辞职，最后结果就是108岁的我回到我8岁那年。在蝴蝶效应影响下，最开始细微的变化早已将事件引向了另外的结局。而最开始的变化就是108岁我穿越回到8岁。我不想让未来的我影响当下我的人生，但实际上108岁的我穿越回去就已经改变了。原因成了结果，结果成了原因，这是一个循环的死局。我想明白了这一切，但生命已然走到尽头，一切都是宿命，什么都无法改变。越来越多的彩色蝴蝶朝我飞来，一个又一个落在我身上，它们话语杂乱。看吧，拼尽全力也过不好这一生，是在多次也逃不过最终的结局，都是宿命啊！无趣的人生，无聊的世界，不如不来。我最后的意识消散了，渐渐的，朦胧意识重新聚拢，化为一只彩色蝴蝶，跟随千万只蝴蝶去往未知的方向。茫茫黑暗中，数不清的蝴蝶飞舞，有一只蝴蝶是我，又好像所有蝴蝶都是我。漫无目的的飞行中，我又在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只有一次穿越机会，那28岁、48岁、68岁遇到的那个我又是怎么回事？直到飞行途中，不断有新的蝴蝶加入，我悟了，他们从其他地方而来，但他们都是我，他们都叫苏明，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过着苏明的人生。那些不同的地方叫平行世界。恍惚间，我想起了一个细节：2103年的我穿越回2003年那晚，在窗口看到的那个孩子，也就是8岁的我。
他手里拿着卫生纸。我印象中那天起夜是小便，根本没拿纸，而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可能就是他那天是去大便，纸是没用完的。两个我根本就不是同一世界的我。想到这点，我释然了，这至少比陷入无限重复的循环中要好许多，不是吗？第一，干净洁白的房间里，孕妇躺在床上，身前分别有一个红灯，一个绿灯。随着警铃响彻，红灯骤然亮起。病床旁，穿白大褂的医生摇头，略表歉意，很遗憾，女士，您的孩子无法出生。孕妇有些激动，为什么？据最新的生育条例规定，新生儿降世除了父母同意外，还要经过其本人的同意。医生说。孕妇的丈夫推门而入，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孩子拒绝出生？是的。医生耐心解释，在时空管理局的协助下，我们通过穷举法，让您的孩子在亿万兆的平行世界中经历了任何降生后可能经历的人生。在经历这些人生后，您的孩子并不满意，所以拒绝了出生请求。孕妇红了眼，哀求道，我们就想要一个孩子，就没别的办法了吗？医生无奈叹息，生育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新生儿有权知道降生后自己的人生。通俗来讲，就是提前观看自己的人生剧本，只有满意了，才会来到这个世界。孕妇情绪变得失控，什么都知道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这点您放心，在降生之前，这些记忆会被删除。医生继续说道，如果你实在想要孩子，可在半年后再次进行受孕工作。孕妇丈夫尽力安抚妻子，一边问医生，那现在这个孩子呢？你们要怎么处理？杀了他。孩子虽未出生，但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医生依旧耐心，按照规定，他将被送往脑舱。技术人员会根据他的诉求定制专属的虚拟世界，在那个世界，他会很快乐。听到这些，夫妻两人不再多说，只能接受。几个小时后，孩子从妻子体内取出，大脑被送往脑舱，即将进行虚拟人生的定制工作。看着脑舱中密密麻麻的大脑，妻子冷不丁开口：“老公，你说我们会不会就是放在脑舱中的2个大脑？”丈夫愣了片刻，但又很快恢复，笑道：“瞎想什么呢？走啦，咱们回家。”